各位中老年朋友，我是陈桂英，今天咱们聊聊每月手机话费这笔实在的开销。您是否也这样？每月收到账单，总纳闷怎么又扣这么多？我没怎么打电话啊，或是子女好心办了新套餐，结果发现流量大半浪费，钱却照交，像买了一盘菜只吃2口就倒掉。许多人觉得算了，话费贵也正常，换套餐太麻烦，怕弄错，于是将就用着不适合的资费。可每月多花几十，一年就好几百，10年下来，足够一次旅行或1年的买菜钱，就这样悄悄溜走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能否不折腾，不成为专家，就像打理菜园一样，清楚明白地管好通信消费？有没有一种方法，让主要用手机联系家人、看新闻、刷视频的我们，既不委屈，又能实实在在地省下钱，把退休金花在更值得、更开心的地方？今天我就彻底讲透其中的门道，不卖产品，也不推荐公司，只教你一套内行人的选号心法。无需技术背景，只需了解几个关键原则，就能像挑新鲜蔬菜一样，选出最适合您的资费。只要听懂用对，1年省下2-3千买菜钱，并非天方夜谭。您先别急着说不可能，老百姓哪算得过公司？请您以了解了解总没坏处的心态，耐心看完。我会带您绕开广告陷阱，直击资费本质，把电信公司不主动说的省费秘诀，用最家常的话讲清楚。看完后，您会对每月扣掉的那笔钱，有一种全新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在开始之前，还没订阅我们岁月安心站频道的朋友，请立刻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通知。如果您觉得此刻的内容对您有用，请在评论区输入1，让我们知道您也在关注，这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好，咱们闲话少叙，进入正题。首先，咱们必须彻底弄明白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在吃到饱套餐上花冤枉钱？为什么年轻人用着好像挺划算，到了我们这儿就变成了浪费的陷阱呢？从表面上看，道理似乎很简单，吃到饱听着多安心啊，就像去自助餐厅付一笔钱进去随便吃，再也不用担心超支。对于不太会精确计算自己用了多少流量，打了多少分钟电话的我们来说，这种包月包年的模式，心理上首先就给了我们巨大的安全感，不怕用超了扣巨额话费，这确实是吃到饱最大的吸引力。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我们真实的生活模式来看，问题就出来了。您不妨现在就在心里盘算盘算，或者直接拿出手机查查上个月的使用记录。您真的需要无限的流量吗？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画像，您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类。第一类，社交联络型，您的手机主要用途就是接听子女的电话，和老朋友发发语音微信，偶尔在家庭群里看看孙辈的照片和视频。您可能连短视频 APP 都没装，或者装了也只是偶尔看看。您出门去菜市场、公园还是习惯用现金，那么您1个月的流量很可能连1个 G， 也就是1024兆都用不到。而现在市面上很多低价吃到饱套餐起步就是10 G、20 G， 您就像一个小饭量的人，却被迫买了一张5星级酒店自助餐的月卡，每天只能去吃1碗粥，剩下的海鲜牛排统统跟您没关系。第二类，居家休闲型，您家里装了 WiFi， 白天在家看看网络电视，用平板电脑下下棋、打打麻将，手机自动连着家里的网络。您只有出门散步、坐公交、去医院排队的时候才会用到手机流量。仔细算算，这些碎片时间加起来，1个月恐怕5G 流量都绰绰有余。但为了覆盖那偶尔出门的用量，您却可能伴着一个15G 甚至更多的套餐。这好比为了偶尔在家请一次客，您就长年累月的囤积一整个冰柜的食材，很多还没吃就过期了。第三类，被免费升级绑定型，这是最让人心疼的情况。很多朋友最早办的是一个实惠的套餐，用了好几年，突然某天接到客服电话，阿姨叔叔，为了回馈老用户，我们免费给您升级到5G， 吃到饱，套餐流量更多，网速更快，价格不变。
您一听免费升级，好事啊，就同意了。可您没注意到，合约期可能悄悄变成了2年，或者那个价格不变，只维持半年，之后就会恢复原价。更关键的是，您的生活习惯没变，还是用那么点流量，但套餐的基础费用已经偷偷涨上去了。您就像坐上了一辆看似豪华，却不知开往何方的巴士，等想下车时，发现已经开出去很远了。所以，您发现了吗？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吃到饱套餐本身，而在于需求和供给的严重错配。电信公司设计这些套餐，是针对那些手机不离手、时刻在线、看高清视频、玩大型游戏的年轻群体的。而我们大多数中老年朋友的生活节奏和数字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模型，把我们套进他们的模型里，就像让一位习惯喝清茶的长者去跟年轻人拼酒量，怎么拼都是吃亏的。那您可能会问了，我知道我用不了那么多，可那些便宜的小流量套餐，要么听说信号不好，要么怕用超了扣钱更厉害，这不更让人提心吊胆吗？您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这正是我们心理上的第2个误区，对用超的恐惧压过了对浪费的心疼。我们宁愿多花一点钱买安心，也不愿为了省钱而承担可能超支的风险。电信公司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心理，而今天我要教您的就是如何科学地消除这种恐惧，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消费不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最实用的部分，我给您梳理了3个核心方法，一个帮您摸清家底，一个帮您看懂门道，最后一个教您精准选择。3管齐下，您就能从通信消费的被动缴费者变成主动管理者。方法1，知己，用家庭账本法摸清您的真实用量，这是基础。想要省钱的一步，不是去看琳琅满目的套餐，而是要先回头清清楚楚地了解自己。这就像看病，好医生一定要先问诊把脉，弄清楚您的体质，才能开方子。咱们管理话费也一样，具体怎么做呢？超级简单，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查历史账单，拨打电信公司的客服电话，比如1000号，按语音提示转人工服务，客气地对客服人员说，您好，麻烦您帮我查一下我过去半年平均每个月用了多少分钟通话，多少流量，多少条短信。或者更简单的方法是，您手机里通常有运营商的官方 APP， 比如中国电信 APP， 让子女帮您下载登录一下，里面的用量查询功能一目了然。您要看的是平均用量，而不是某个月突然很高的值，比如那个月您出去旅游用了很多导航和发照片。做需求分类，把您的通信需求分成3个小篮子。通话篮子，您每个月主动打出去的电话有多少，主要是打给谁，本地还是长途。接电话不用算，现在接听都是免费的。流量篮子，除了微信，您最常用哪些 APP？是看新闻，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看短视频，抖音、快手，听戏曲广播，喜马拉雅，还是根本就不用其他 APP？ 您可以点开手机里的设置，找到蜂窝网络或移动数据，里面会清楚地列出每个 APP 用了多少流量，这是最准的。其他篮子，您需要短信吗？现在除了收验证码，几乎不用了。您家里和常去的地方，子女家、老年活动中心 WiFi 信号覆盖好吗？您花半个小时做这件事，价值可能超过几百元，因为数据不会说谎。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哎呀，我过去半年平均每月通话就100分钟，流量才用了3个 G。那么，一个包含300分钟通话和20 G 流量的吃到饱套餐，对您来说就是巨大的浪费。这个知己的过程是您所有后续决策的基石，它能瞬间粉碎您怕不够用的虚幻恐惧。方法2，知彼，看懂资费表里的小心机和真福利，这是关键，摸清了自己的底。咱们再来看看市场上的货。现在各大电信公司的资费表写得像天书，各种畅享、尊享、网卡、新卡名字眼花缭乱。别怕，咱们拨开迷雾，只看最核心的3样东西，我称之为资费3要素。月租费，这是您每个月固定要交的座位费，不管用不用，这笔钱都要出。包含资源量，就是套餐里包了多少分钟通话，多少 G 流量。这里要特别注意流量的性质，是全国通用流量还是定向流量。
定向流量只能用于特定的几个 APP， 比如微信、抖音。您如果用其他 APP， 就会扣通用流量或者单独计费。很多便宜的套餐会送几十 G 的定向流量，但通用流量很少，您一定要看清楚，超出资费，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消除您用超恐惧的定心丸。您一定要问清楚或者看清楚，如果我套餐里的通话分钟用完了，再打电话怎么收费？通常是每分钟 0.1 到 0.2 元。如果流量用完了，是直接断网，还是可以低价购买加油包，比如一个寄5元钱。了解这个，您心里就有底了。最理想的状态是选择1个月租费不高，包含资源量刚好略高于您平均用量的套餐，然后搭配一个非常便宜、透明的超出资费标准。这样，即使某个月偶尔用超一点，补交的钱也很少，远远低于您为一个巨大吃到饱套餐常年支付的溢价。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隐藏知识点，关注亲情号或家庭共享功能。如果您的子女或配偶也是同一家运营商，可以咨询是否能办理家庭套餐或者添加亲情号。这样，你们之间的通话可能免费，甚至流量可以共享。比如，您和儿子办一个家庭套餐，他流量用不完，可以分享给您。你们的总支出可能比分开办2个套餐要省很多。方法3，精准匹配，找到您的黄金套餐，并勇敢切换，这是行动好了。知己知彼，现在可以百战不殆了。我们可以根据前面总结的几种常见类型来对号入座，寻找那个黄金套餐。如果您是社交联络型，月通话小于200分钟，流量小于5G， 您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寻找低月租的日租卡或保号套餐。这类套餐月租可能低至8元、19元，包含少量通话和流量，比如30分钟通话、5G 流量。它的精髓在于按需付费，每天如果您用了流量，就扣1块钱，不用不扣钱。这1块钱可能包含800米甚至1G 的流量。算下来，即使您天天用，1个月也就30元，但您获得的是用多少花多少的绝对自由和公平。这比您固定支付89元的吃到饱，1年就能省下（括号89减30括回乘12等于708元）。如果您是居家休闲型，家里有 WiFi， 外出流量需求中等，您可以寻找那种月租在39元到59元之间，包含10到20G 全国通用流量，加200到300分钟通话的套餐。这个档位是竞争最激烈的，经常有优惠活动。您要确保这20G 是通用流量，这样您出门不管用什么 App 都安心。这个套餐足够覆盖您所有的外出需求，月租却比很多吃到饱便宜1半，1年下来省个500-600元轻轻松松。如果您是被绑定型，想从高价吃到饱，离解脱，您的行动步骤是：第一，查合约，先打客服电话，问清楚您当前的套餐有没有合约期，什么时候到期，如果提前解除要不要违约金。第二，等待时机，如果快到期了，比如还剩1-2个月，太好了，如果合约还长，问问违约金是多少，算算提前解约划不划算。第三，办理降档或转套餐，合约到期后，坚决地打电话给客服，要求我要办理套餐降档，换成你们现在最基础的 XX 元套餐。客服可能会挽留您，给您推荐其他优惠，您一定要坚持，这是您的合法权利。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点耐心，但为了未来每年省下上千元，打1-2个电话绝对值得。我知道，说到要打电话给客服，甚至可能要争论几句，很多朋友心里就发怵，觉得麻烦，抹不开面子。我想特别跟您分享一个心法，您不是在找麻烦，而是在进行一场友好的财务谈判。您想想，您作为一位消费了几十年的忠实客户，完全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更合适的产品。客服人员的工作就是为您服务，您完全可以客气而坚定地说：您好，我了解了我过去半年的使用情况，发现我目前的套餐对我来说资源太多了，造成了浪费。我想换到更适合我实际用量的 XX 套餐，请问可以帮我办理吗？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顺利办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提醒，我想说3点。第一，耐心和定期复核是最重要的省费习惯。资费市场是变化的，运营商隔3差5会有新的优惠活动。
我建议您每半年或1年就按照方法1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用量，然后看看市场上有没有更划算的套餐出现。养成这个习惯，就像定期清理家里的储物间，总能发现可以优化的空间。您不需要频繁更换，但要有定期体检的意识。第二，组合策略远比单打独斗强，不要只看手机套餐本身，把您的家庭宽带、电视网络和手机套餐结合起来看。现在很多运营商提供融合套餐及手机、宽带、电视绑定，总价可能比分开办理更优惠。如果您和家人住在同一城市，更是可以充分利用家庭共享功能，实现更经济的消费效果。第三，安心和自主比单纯的省钱数字更重要。我们做这一切的目的，绝不是让您变成过分计较、为几块钱困扰的人。恰恰相反，是通过理清消费，获得一种我的钱我能安排的踏实感和自主感。当您清楚地知道每一分花费用在了哪里，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合适的，那种安心和自在是任何宣传都无法带给您的。节省下来的钱，您可以更从容地去买一本好书，添一盆好花，或者给孙辈准备一份心意，让生活的感受更美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关于如何选择手机资费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这3个核心方法。1是用家庭账本法，摸清自己的真实用量，这是基础。2是看懂资费表里的3要素，注意定向流量的使用，关注超出部分的费用，这是关键。3是根据自己的类型对应选择，稳妥的选择或切换到适合自己的套餐，这是行动。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像为您打开了一扇窗，让您看到在丰富的数字消费世界里，我们中老年人完全可以凭借细心和耐心打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通信是为了让生活更便捷，联系更紧密，而不应成为我们每月账本上一笔含糊的、让人费心的支出。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仿佛帮您更清楚地看懂资费信息，请关注我们岁月安心站这个频道。同时，您也可以把这份心得分享给您身边同样可能关心话费使用的老朋友、老同伴。也欢迎大家随时交流你们的经验和疑问。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稳稳把握自己消费的安排权，让每一分退休金都花得合适，花得愉快，花出更舒心、更从容的晚年生活。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安心生活。